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短发西装惊艳亮相，37岁逆天状态引爆全网热议。赵丽颖以飒爽短发造型亮相李佳琦直播间，高级灰西装诠释女强人气场，直言新电影《向阳花》角色接地气又现实，邀观众共赴影院现正蜕变。转型后的她一年斩获3项大奖，主演电影票房口碑双收，现实版大姐大正开启事业新高度。短发西装的霸总风恰似其人生新篇章的惊艳注脚。4月的赵丽颖行程满满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她不仅要频繁转场参加路演，为新电影《向阳花》宣传造势，还要抽空参加各类线下商务活动，甚至还要兼顾线上直播活动，可谓是日程排得满满当当。近日，赵丽颖现身李佳琦直播间，全新的穿搭风格瞬间引发网友热议。镜头前的她依旧保持着干净利落的短发，身着一套高级灰西服套装，整个人又美又飒，气场全开，仿佛瞬间从甜美女孩变身女强人，与以往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直播过程中，赵丽颖再次提及新电影《向阳花》，她表示，影片中的角色高月香非常接地气，很现实。她希望大家都能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。赵丽颖在直播中的态度和发言都恰到好处，搭配上女强人的造型，更显知性大气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自从为拍摄《向阳花》剪了短发后，赵丽颖整个人多了一份飒爽感。这次搭配灰色西装，更是增添了不少英气，让她看起来像极了大姐大。熟悉赵丽颖的人都知道，她出道早期一直以甜美风为主，即便结婚生子后，整体风格也多偏向成熟知性，很少尝试这种女强人风格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更换造型团队后，妆容和穿搭整体效果越来越好。最近几次线下活动和直播，她的造型都收获了不少好评，频频登上热搜，令人惊喜不已。此前，赵丽颖的妆容和造型一直存在争议，比如在国外参加影展时，她那贴头皮的发型和黑金色相间的西装套裙，曾被网友吐槽像微商。当时赵丽颖还罕见地对了粉丝，虽然每个人审美不同，每次妆造都有独特看点，但从这些争议中也能看出，她之前的风格确实有些瑕疵，不太适合她的身材和五官特点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现在的风格显然更契合她的气质。过去1年，她先后拿下3个影视圈大奖，主演的3部女主电影票房成绩都不错，已然成为85后女演员中的佼佼者。无论是在影视领域的成绩，还是个人影响力，她都堪称现实版女强人，在各方面都极具竞争力。37岁的赵丽颖目前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新转折点。在完成自我转型，在电影领域站稳脚跟后，她即将迎来新的挑战。在尝试更多不同类型作品，迈向全新事业高度的过程中，她在妆造上的改变或许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开始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一篇约2000字的中文长文，没有分段标题，以自然流畅的语气讲述与分析赵丽颖的造型变身、状态管理、公众反响及其背后意义，并向观众做出温情寄语。赵丽颖一向以清新甜美的荧幕形象深入人心，无论是《花千骨》中的柔弱少女，还是《楚乔传》中的坚韧将军，观众对她的第一印象总是离不开温婉、可爱这类关键词。然而，就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，她一改以往形象，以一头利落短发配上剪裁干练的黑色西装惊艳亮相，强势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认知，掀起了社交媒体的热烈讨论。那一刻的她，眼神坚定，自信昂扬，不仅展现出了37岁女性的从容与力量，也再次证明了她在时尚与演艺圈的多面可塑性。这次亮相并非偶然。近年来，赵丽颖一直在积极寻求突破，从谁是凶手中挑战心理悬疑，到幸福到万家中刻画农村女性的坚毅，再到电影《向阳》，
花中为角色毁容式演出，不难发现，她正在逐渐摆脱偶像标签，真正成为一位可以驾驭多种角色的实力派演员。而这次西装短发的造型，正是她这种转变在形象层面的一次生动体现。她不再只是那个甜甜的小骨，而是一个能够用气场征服全场的女强人。很多网友在看到她的造型后纷纷表示，这还是那个甜妹赵丽颖吗？气场2.8米，太飒了！37岁还能有这种状态，太羡慕了。的确，年龄在赵丽颖身上仿佛只是一个数字。她的皮肤依旧白皙紧致，气质中更添成熟与自信，在镜头前毫不畏惧地展示真实自我，令无数网友直呼状态逆天，这波赢麻了。尤其在当下这个极度重视外貌和状态的时代，能够在30加甚至接近40岁的年纪，还以如此清晰的自我风格焕发新生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魅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她所展现出来的不只是外表的改变，更是一种内在的成长与蜕变。她敢于剪短多年保持的长发，不仅仅是造型层面的挑战，更是一种态度的宣言，不再受限于过去，也不被既定框架所困。赵丽颖在采访中曾坦言，自己并不是天生自信的人，但每一次尝试新角色、尝试新风格，都是一次对自我边界的突破。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女性可以有无数种可能，无论是甜美、坚韧、优雅，还是飒爽、独立、强大。而此次短发西装造型，也为女性形象树立了新的参照系。过去我们总以为女性到了某个年龄，必须温婉、内敛，不能太锋芒。但赵丽颖用这身造型告诉大家，年纪并不意味着该被规训，反而是更加勇敢做自己的开始。女性的美不再只是一种形式，而是多维度的展现，可以性感，也可以理性，可以柔软，也可以有力量。赵丽颖的转型，不只是个人形象的突破，更像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微妙推动。在如今这个内卷严重、审美趋同的娱乐圈，有太多女明星在30岁后陷入角色重复、风格固化的困境，而赵丽颖则用一次次出圈的造型，一次次突破的角色，打破了这个魔咒。她以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示，真正的实力不止于颜值，真正的偶像不止于流量。而这种流量加实力兼具的演员，才是当今影视圈最宝贵的存在。当然，这样的成绩背后，离不开她多年来的坚持与努力。从出道初期的跑龙套，到如今成为红毯焦点、媒体宠儿，每一次的转型背后都有无数的试错、焦虑与坚持。而现在的她，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时尚领域被质疑土气的赵丽颖，而是被国际大牌多次邀请。王一博太会穿，香奈儿风尚大使加5大刊满贯，时尚圈沸腾了。巴黎田园与都市天台间切换自如，王一博佩戴香奈儿高级手工坊华服与 J12 Blue 腕表，在 Vogue 封面上刻下新的朝向坐标。陶瓷表盘映着阳光的温度，工匠的针脚藏进牛仔外套褶皱里。他用5年探索完成5大女刊满贯，每帧画面都凝固着时尚与灵魂共振的瞬间。在时尚的浩瀚星空中，王一博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。他登 Vogue China 5月刊封面，再次证明了其在时尚领域的强大影响力，也帅气地完成了5大女刊满贯的卓越成就。此次封面拍摄，王一博身着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系列服饰，每一件华服都仿佛为他量身定制，将他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系列向来以精湛工艺与高端设计著称，其背后是无数工匠的心血与传承。那些细腻的剪裁、精致的细节，在王一博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。他不仅是在穿着时装，更是在演绎时尚的灵魂。腕间全新 J12 Blue 系列腕表，更是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。J12 系列腕表自诞生以来，就以其标志性的陶瓷材质和前卫设计，成为时尚与制表工艺融合的典范。
王一博佩戴的这款全新 J12 Blue 系列腕表，蓝色条的表盘与表带，不仅彰显出它的冷静与沉稳，更与整体造型相得益彰，展现出一种精致的时尚态度。在巴黎农场的温暖午后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王一博身上，他仿佛是从油画中走出的人物，悠然自得，散发着一种闲适而迷人的气息。而在都市天台的蓝调时光里，他又展现出一种都市精英的俊朗与优雅。随性 chic 格调贯穿始终，无论是身处田园还是都市，他都能轻松驾驭不同风格，展现出独特的时尚品味。从出道至今，王一博在时尚之路上不断探索与突破。他不局限于单一的风格，敢于尝试各种造型，无论是街头潮流风，还是高级时装范，他都能轻松拿捏。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时尚界的关注与讨论，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。此次登上 Vogue China 5月刊封面，是对王一博时尚地位的又一次认可。他用自己的时尚表现力诠释着香奈儿的经典与创新，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断成长、不断突破的时尚偶像。在未来的时尚征程中，相信王一博将继续以他独特的魅力与风格，在时尚版图上留下更多璀璨的印记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时尚惊喜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标题：王一博太会穿。香奈儿风尚大使加5大刊满贯，时尚圈沸腾了。扩展出的约2000字中文讨论与结尾段文字，不设标题，结构自然连贯。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早已不止于好看这2个字，而是一次又一次以惊艳之姿打破大众对于流量男星的刻板印象。从出道的阳光少年，到如今横扫5大顶级女刊封面，成为香奈儿风尚大使的时尚先锋，他用行动证明，时尚从不是为特定性别或身份服务的专属领域，只要你有态度、有审美、有风格，你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高光之路。5大女刊 Vogue Le Bazar Marie Claire Cosmo 长期以来是中国时尚杂志界的权威代表，更是衡量明星时尚影响力的重要标杆。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5大刊大满贯的艺人，凤毛麟角。而王一博不仅是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内娱男星，更是在每一次封面拍摄中呈现出不重复、不撞风格的多面魅力，冷峻黑白系的高级感，复古油头的绅士气质，街头潮感的少年锋芒，甚至是打破性别界限的珠宝穿搭、轻熟西装，他统统驾驭自如，毫无违和。可以说，王一博不是在穿衣服，而是在用身体语言讲述风格故事。他是这场视觉盛宴的主角，而我们则是幸运的观众。而说到王一博与香奈儿的合作，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时尚默契。香奈儿历来挑选代言人极为严格，品牌调性偏向法式冷感与艺术哲学，并非任何明星都能胜任。而王一博自带疏离感的气质，克制内敛却不失锋芒的态度，恰好契合了香奈儿想要表达的自由之下的优雅张力。他身着香奈儿高定西装出席活动的那一刻，仿佛就将少年感与男性高级时尚之间的界限彻底打破。在一众穿搭雷同的男艺人中，王一博无疑是一股清冷又鲜明的时尚之风。不仅是外在造型的表现力，王一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风格的理解。他从不盲从潮流，也不刻意迎合审美偏好，而是坚持做自己。他可以在舞台上爆发力十足的跳街舞，也能在时尚大片中安静内敛地演绎一段视觉诗意。他懂得如何让服装服务于气质，而不是被衣服驾驭。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感，恰恰是时尚圈最看重，也是最难以复制的特质。更重要的是，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从不止步于封面、走秀或代言。他将时尚视作表达态度的一种延伸。他不争抢热度，不炒作人设，却始终以高质量的作品和稳定上升的资源积累，稳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。从演员、歌手、赛车手到如今的香奈儿风尚大使，他用多重身份告诉我们，风格
是由你自己定义的。时尚圈的认可固然重要，但来自大众的喜爱同样不可或缺。王一博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圈宠儿，更离不开他那群始终如一支持他的粉丝。他们不仅欣赏他的颜值，更看重他在作品与为人上的坚守与成长。王一博也从未辜负这份期待，不浮躁，不随波逐流，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回应外界的所有质疑与争议。他不靠流量哗众取宠，而是用实力与内涵成就了属于自己的时尚高地。如今，王一博站在五大刊大满贯、香奈儿风尚大使的双重荣耀之上，已经不再只是偶像或流量的代名词，而是真正意义上具备国际视野与文化影响力的中国面孔。它代表着新一代年轻艺人对自我形象的高度掌控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男星的多元可能。他用一步步脚印拓展了男明星在时尚领域的边界，也给无数后来者树立了榜样。男艺人不只有帅气与人气，更可以是高级、先锋、有态度的存在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喜欢王一博的你说一句：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个艺人的成长史，更是一代人审美进化与风格独立的缩影。在王一博身上，我们看见了内娱男星与国际时尚的真正握手，看见了当努力、天赋与品味叠加时所产生的璀璨光芒。未来的路仍很长，而我们也愿意继续陪他一起走下去，走得更远、更稳、更精彩。如你所愿，这只是开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